非常感谢今天大家能够来到这个上海 BSV 区块链开发者大会。然后我今天带来的这个演讲的这个主题是基于智能合约构建面向未来的应用。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王一强，然后现在是 Scrypt 的团队的成员。今天实际上我想讲的，我是想先给大家抛出几个问题，然后呢，我的所有的这个分享的内容实际上都是跟这几个问题是比较相关的。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到底什么是智能合约？它跟之前的一些，比如说自动化的程序、自动化执行的这些功能，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认为它是一个 what 的问题，就是说它是什么。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这个 BSV 区块链上去做这个智能合约的开发？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认为是 why 的问题，为什么？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如何去构建这样的一个基于 BSV 区块链智能合约的应用？那么我把它称为是 how 的问题。所以说今天我的演讲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着 what、why and how， 帮助大家去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了解。那么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区块链智能合约的这个发展的历史。我相信大部分人第一次听说智能合约这个词语它是跟以太坊联系在一起的。那可能是因为以太坊在这个出来的时候，就是旗帜鲜明地打出了智能合约这样的一个旗号。然后呢，但是实际上我们从这个历史上来看，智能合约这个名词第一次在被提出的时候是在1994年，有这个尼克萨博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这个名词智能合约。这是智能合约第一次正式出现在一个学术的这个论文里面。接下来会有几个比较关键的时间点。首先第一个就是在08年的时候，有匿名为中本聪的人发布了白皮书，并且于次年1月份正式运行了这个比特币网络。在2013年的时候呢，以太坊的 Vitalik 然后发布了以太坊的白皮书，并且于2015年开始正式运营以太坊的网络。以太坊的网络在运营之初就实际上是主打智能合约这个概念的，所以它内置了一个智能合约的高级语言 Solidity。那目前来说，从2013年以后之后出现的很多公链也好，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区块链行业的其他的联盟链也好，他们内部基本上都会内置支持区块链智能合约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从这个发展历史上来看呢，大家还是不是很明白，我们说现在为什么大家都在谈这个东西，我们为什么需要智能合约？那么我们回到94年的这个尼克萨博在他的这个论文中提及到的这个智能合约的这个概念，我们来看一下，试图从他这个设计的这个初衷或者说本源上，我们去探究一下到底智能合约它是什么，它能干什么。在原文中它是这样描述的：智能合约的设计的一般目标是为了满足常见的合约的条件，最大限度的减少恶意的或者是意外的异常，以及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可信中介的需求。尼克萨博在设想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是为了去取代这种传统中的这种合约的形式比如说传统的交易合约、传统的租赁合约、传统的这种法律合约。它这种合约的问题就是说，首先你需要有一个比如说线下的签署，这个合约的执行是个不确定性的东西那可能合约的甲方做了，乙方没做，那你没办法去保证，或者说在这个合作的这个过程中存在着这个恶意的欺骗，那这些其实都是对这个合约这个本身的这个影响。所以说智能合约的这个设计初衷，它其实是想要去降低这样的一些成本。接下来看看智能合约的它的这个核心的设计特点。第一是最小化信任，第二个是不可篡改，第三个是确定性。我想举一个最简单，或者是大家都基本上都用过的一个智能合约。实际上我们可以把自动售卖机就可以看成一个智能合约。那我在面对的是一个机器，但是我相信这个机器能够完成这笔交易，相当于我的信任的这个对象不是一个人了，对吧？因为它是一台机器，它也并不只是那个机器本身。抽象的来说，其实你在相信一个智能合约。最小化信任首先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对不确定性的这种交易对象的这种交易对手风险能够转换成一个对于机器的逻辑、对于代码的逻辑，或者是更准确的来说，在区块链这个智能合约里面，是对于加密算法、对于协议的这种信任，相当于你的信任不会盲目的扩大。我不用去信任一个群体，我不用去信任不特定的人，那我只需要信任这个算法，信任这个逻辑。当然不可避免的，你一定要信任些什么东西，因为你什么都不信的话，这个交易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所以说它的核心的一个特点是说，它要最小化这个信任。第二个就是说，智能合约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不可篡改。缔结合约的时候是这样一个条件，
但是不能说我交易的时候它变成另外一个条件，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刚才说的，它要提供确定性，这个确定性包括了你要完成这个智能合约需要去提供的这些内容，以及如何提供、何时提供，这些其实都是去要保证它的确定性。为什么它智能合约需要有这3个特点呢？实际上我们可以来看，这跟它的这个智能合约的目标是息息相关的。我认为智能合约它的这个核心的目标其实就是2个，第一个就是降低执行成本。这个执行成本并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手续费啊，或者是这个矿工网络的这个网络费用，这个执行成本实际上是更广义的执行成本。比如说线下的这种传统的合约的缔结成本，传统合约出现纠纷的时候的这个法律成本，然后甚至是暴力机构、执法机构介入的这些成本，这些都可以归纳为它的这个执行成本。第二个呢，就是说目的是为了提升权益安全。我们刚才说这个个人权益实际上在很多时候是处在一个风险之中的，这个风险包括一个是说你能不能控制这个权益，我们这个个人信息，对吧，属于个人的资产或者个人的财产，那你是不是能够充分的去控制它，或者说有没有就可能会被滥用啊，或者说甚至说被非法的，比如说你账户上的这个钱是不是会被划走啊，不经你同意就划走了，对不对？那这个属于对一个财产的这种控制权。在交易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说你存在交易对手的这种对手的信用风险，给了钱不给东西，钱是不是就损失了？智能合约呢，它的一个核心的目标也是为了提升权益的安全。之后我相信大家如果去判断说，有人跟你说我这儿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智能合约，或者是我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实现了一个智能合约，其实你可以很巧妙的去问这几个问题：你是不是有这些特点？你是不是为了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你的答案是是的话，那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适合用智能合约去实现的一个需求，或者是去使用的一个场景。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什么是 BSV 区块链智能合约。我也会分这么3个话题来介绍吧。我想讲的第一个认识的误区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说以太坊是第一个支持区块链智能合约的，那之前很多宣传都是说比特币不能做智能合约，所以 BSV 也不能做智能合约，是因为它底层不支持。如果它支持以太坊，为什么要搞以太坊呢？理财这个为什么要搞以太坊呢？对不对？我们这个刊物的这个结论是说 BSV 这个区块链它原生是支持智能合约的。实际上最常见的这个转账，它就是一个智能合约，只不过它的这个合约的代码长得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一个用BSV 的原生的脚本语言去写的一个验证的一个代码，看上去有点像汇编的语言写的代码，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最原生的支持的智能合约的一个例子。首先第一个底层肯定是支持的，因为它从设计之初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误区。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很多这个可能对于有些技术的人来说，他会比较敏感啊，或者说他会比较较真儿，说，你这个 BSV 智能合约它是图灵不完备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刚才介绍了那个比特币原生脚本里面有一个特点，它是没有这个 for 循环的。那不像是其他一般的这种编程语言，因为大家如果是做程序开发的时候，都会知道你在接触任何一个语言的基本语法里面都会教你怎么写判断语句啊 if 呀 if else 呀，怎么写 for 循环呀，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但是在比特币原生的脚本里面，实际上是没有这个关键词的。所以说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比特币或者是 BSV 这个智能合约里面，因为没有这个循环，那你不可能做到图灵完备。那这个认知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可以说它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那实际上 BSV 智能合约它是图灵完备的，这其实是我们在做的一个实现，在 BSV 区块链上已经实现了一个完全图灵完备的这样的一个合约的例子，这证明呢它是图灵完备的，智能合约是图灵完备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以在用 BSV 的智能合约做出任意复杂逻辑，所有的你现在能想到的其他的这个应用程序，他们能实现的逻辑都可以用 BSV 区块链智能合约来进行实现，这是从这个理论上去做了一个证明和证实。接下来就想讲一下这个智能合约的这个设计基础。简单的来说，就是说这个区块链上的这个智能合约，它的交易基本上有2块重要的数据结构，一个叫 input 叫输入，一个叫输出 output。因为它是链式的，后面的比如说这个第2个这个交易，它如果花费了前面的这个交易的 output 的话，那前面这个交易就是蓝色的，它就是属于已花费的，那后面那个绿色的就是未花费的。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UTXO 模型。第二个交易为什么能花第一个交易？大家可以看第二个交易的 input 去使用了第一个交易的 output， 然后这个智能合约实际上代码就是分别存在这两个数据结构里面。然后我们验证的时候，只需要把它们两个加起来，相当于前面的这个 output 是一把锁，后面的是一把钥匙。如果我能用这个钥匙打开这把锁，我就可以去花费前面的这个交易的这个输出。这就是一个最基本的、简单的一个UTXO 的模型，以及这个整个 BSV 智能合约设计的一个基础。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BSV 的智能合约第一个优势就是说它的可扩展性是非常强的。目前可以看到 BSV 网络上它 TPS 最高已经达到5100 TPS 了，这是已经达到的值，这不是理论值。那后面那个5万 TPS 呢，是今年的设计的目标，也是可以达到的一个值。正是因为用了 UTXO 这种模型，它的这个事物可以具有很强的横向扩展的能力，因为所有的 UTXO 其实都是不相关的你的 output 输出都是不相关的，那么你的这个并行程度就会非常高，这实际上是为一个并行处理提供了一个前提条件。那么第二个优势呢，就是执行成本低。这张图呢是数据是来自这个 Coinmetrics.io， 我们是看了这个21年，从21年开始，这个以太坊与 BSV 事务的这个手续费中位数的一个对比。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中位数基本上以太坊的这个中位数维持在30美元左右，然后 BSV 的中位数很低0.001美金，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成本上的一个比较。第三个呢，就是说安全性。实际上，我们这里面提到有3个特点，保证了智能合约的安全。第一个就是说封闭式的数据，整个 BSV 智能合约它在验证执行的过程中，链上的智能合约它的所有的代码逻辑都是来源于当前的这个 transaction 的这个事物的这个数据结构内部的，它不会依赖于外部的任何数据。第二个呢，它是函数式执行的，所以说它不会有复杂的像比如说以太坊上的这个世界状态的这样的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依赖，它相当于就是一段函数，你去执行这段函数执行，不管你执行1次还是执行100次，针对这个数据集执行的结果都是可靠的，都是确定的，不会有第二种结果。任何人、任何矿工，他都是可以做这个样的执行。这是为什么智能合约能够被矿工去验证的一个前提。第三个安全性优势就是它不容易被攻击。正是因为前面2个所有的数据是封闭的，函数是确定的，那么你就黑客或者是其他想去攻击你的这个合约的人，当然这个地方我们的攻击不包括，就如果你真的合约写的有 bug， 自己写错了，那这个我们不算是攻击。攻击相当于是你正常的合约写完以后，别的人想办法用其他的一些技术的手段去更改你的这个合约的行为，或者是影响你合约的行为，这个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所有的这些逻辑都是包含在这个当前的交易里面，所以它提供了更好的一个安全性。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基于 BSV 区块链智能合约去构建一个应用，也是分2部分介绍。第一就是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Ascript 的智能合约语言，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个展示的示例。首先 Ascript 呢是 BSV 区块链上的一个智能合约高级语言。这个高级语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例子我们这个合约语言长得就是右边的这个样子，它看上去很像 JavaScript， 与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P2PKH 的那个脚本语言对比是完全不一样的。BSV 区块链呢，它这个原生的脚本语言有点类似于汇编的这种感觉，它的学习或者使用是需要一个非常高的专业性的一个东西。那大部分程序员他是没办法用这种汇编级的语言去写的。所以 Ascript 提供的就是说我们提供的一个高级语言，那你只需要学习和使用我们的这种高级语言，语法简单的高级语言，那你就可以最后通过我们的编译器把它转换成这个 BSV 区块链底层支持的原生脚本语言。那我们其实提供的是这样的一个工具，这样的话对于开发者来说极大的降低了做一个智能合约的这样的一个门槛，他就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易于理解的和他非常熟悉的语法去开发智能合约，而且我们提供了各种工具强大的 IDE 去支持。这是一个 Ascript 的智能合约的一个介绍。最后我想讲一个智能合约的这个设计例子就怎么样去做一个 Ascript 的智能合约，怎么样去设计。当然这里面不会涉及到代码，因为代码可能会有点太专业了，我会只是讲一下大概思路。那我们这个例子是要去做什么呢？是我们要去做一个智能合约版的 Kaggle。这个 Kaggle 是什么？可能很多人可能朋友不太了解，它是一个就是在机器学习和大数据领域里面，它是一个比较知名的一个竞赛平台。
然后它之前是已经是被 Google 收购了。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一些大公司像 Google 啊、Facebook 啊，或者是很多知名公司，它会在上面发布一些任务，机器学习的一些任务。那这些任务呢，通常就是说它会有一个数据集、训练集，然后会有一个测试集，然后它把任务发布上去以后呢，去找这个相应的这些数据科学专家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去拿它这个训练数据去训练模型。然后大家最后去比看谁的模型训练得好，能在这个数据的测试集上能跑出更好的效果。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赛竞赛，最后确定谁是获胜者。那么获胜者会有奖金，通常的奖金可能是在5000到$10,000，但是它有专门的非常难的这种奖金，可以达到上百万美金的奖金。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那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智能合约的这个例子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平台所做的一个事情，我们怎么样能用智能合约去实现？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实际上也很简单，主要就是会涵盖下面这4个步骤。第一个就是说，主办方会在合约里面需要去提供它这个训练的数据集，你需要把你的训练数据集放到合约里面，然后发到链上。那同时，这个只有训练数据集是不够的，同时主办方需要把它的测试数据集的比特承诺放上去。简单来说，就是测试数据集的一个哈希，我不是放测试数据集本来的数据，我是把它的哈希放上去。这个哈希我们之后会用到。那么第二步呢，就是参赛者从这个链上获取的这个数据以后，他可以进行链下的这个训练，把这些数据下载到本地，然后去跑他自己的模型算法。然后他最后跑完以后，他第3步把他的这个合约训练的这个结果生成的参数提交到合约里面来，参赛者可以发送一个交易去提交他的这个合约的数据。有很多参赛者都可以往这个合约里面去提交自己的训练出来的模型和数据。最后一步就是这个赛事结束的时候，主办方需要提交测试集数据到这个合约里面来。这个合约会自动的根据主办方提交的测试的数据集，然后以及验证这个模型的这个优劣的这个排名的算法，在合约内部执行完，然后并且判断这个奖金到底应该给谁。那这个地方呢，主办方真正提交测试数据集，相当于是在最后一步。那提交上来以后呢，会需要和他的第一步的这个比特承诺去做一下验证，说 OK 你没有。就是主办方你没有骗我，对吧？你说你刚开始出的这道题，然后最后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检查？那你最后提交检查的这个方式也是和刚开始吻合的。这样的话，相当于是能够完全不需要 Cargo 这种平台，我只需要一个智能合约，我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人，他可以发起这样的一个这个机器学习的任务。这里面的亮点呢，就是说，一个是因为所有的过程执行，包括数据，包括你的这个最后的验证的这些逻辑，都是链上公开透明，都在合约里面，都是公开透明的，这是它的公开、公正、透明，不会有这些内部的这个暗箱操作，对吧？第二个呢，它可以支持这种小额的比赛，它可以有更低的成本去支持小额的比赛。第3个呢，就是相当于是它是一个最小化信任的、去中心化或者是最小化信任的这样的一个实现。我不需要有一个这么大的平台去做，我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应用里面去发起这样的一个活动。参赛者呢，他也可以去相信这个智能合约，而不是说相信只有 Cargo 这个平台上发起的这个人才会最终会付钱，对吧？你任何一个人如果是通过智能合约发起的这个活动，我就相信说我只要把答案提交给你，我就是有机会能得到这个奖励的，而且这个奖励它是公开、公正、透明的。这就是我想讲的一个如何去用 Ascript 的这个智能合约重新去设计和实现一个去中心化的这个机器学习竞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我们有一篇专门的文章去更详细的去介绍了这个中间的一些细节，包括代码。这个是我们在 CSDN 上有一个博客，里面也会有篇文章专门去介绍这个例子。这是我们的官方的网址，上面有很多关于 Ascript 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资料和论坛或者联系方式，然后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去学习和我们进行交流。好的，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儿，谢谢大家。